给你新资讯，给你新视角，欢迎回到游戏新世界。如果你是全军破敌 Total War 的死忠玩家，这礼拜一定非常兴奋，因为 Creative Assembly，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CA， 在本周无预警的释出了一大堆核弹级的情报量，这包含了 CA 接下来2款旗舰级作品，全军破敌、战锤 40K 以及万众期待的中世纪3 Medieval 3的核心开发细节。同时，官方还发布了一篇长文，透露了2025年的总结，以及暗示有可能将使用新技术 Wacom 引擎对旧作维护的惊人承诺。我将原始的2支开发者访谈影片，还有一篇官方部落格的连结都放在下方说明栏中，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前往观看。考虑到这2支开发者访谈影片以及一篇官方部落格都非常长，加上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看完英迷影片后，有可能还是一知半解，或者只看到了表面。今天这支影片，我将把这3个情报来源、2支开发者访谈影片、一篇官方部落格拆解成最详尽的懒人包。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CA 的新引擎到底强在哪？人口系统回归意味什么？40K 的枪战要怎么融入全军破敌？准备好你的爆米花，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历史系玩家敲了10几年的中世纪3。CA 这次发布的影片标题是打造中世纪3，请注意，他们强调目前游戏处于前期制作阶段，画面中的模型大部分是灰模，没有贴图，美术也不是最终版本，但这反而更让人兴奋，因为这代表他们展示的是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且之前很多玩家开玩笑说，中世纪3目前开发进度应该只是一个新建资料夹吧。但是这影片表明了中世纪3已经有相当的开发进度，这确实是让人感到出乎意料。地图革命，告别行省制。第一个重点，战役地图的革命，从罗马2开始。我们习惯了全军破敌游戏内的行省系统，也就是一个主城带几个小村庄，盖房子只需要点选单里的图标。但在中世纪3，CA 似乎正在抛弃这套简化逻辑，转而拥抱更真实的有机发展。开发团队目前以比利半岛，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作为测试区。他们提到，新的地图系统下，建筑是直接长在地图上的，这意味什么？比如你想盖一个农场，你不是在选单里点一下就好，这个农场会实实在在的出现在城镇周边的沃土上。你想盖港口，你可以自己选择要盖在海岸线的哪一段，这带来了极大的战略深度。如果敌人入侵，他们可能会先烧毁你城外的农田，占领你的矿场，直接打击你的经济实体，而不仅仅是围攻你的主城。这种设施实体化的改动，让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变得有战略价值。人口与阶级，老全军破敌的灵魂回归。接下来这一点，老玩家听到可能会流泪。人口系统 Population 正式回归，而且这次比罗马1时代更复杂。CA 引入了类似 Paradox， 也就是披色的游戏那种阶级的概念。目前确认的3大阶级是贵族、市民、农民。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征兵将直接消耗对应阶级的人口。你想招募重装骑士，那你需要消耗贵族人口。如果你的领地里贵族都被你征召光了，或者死在战场上了，你有再多钱也生不出骑士来。同样的，长枪兵或弓箭手可能消耗市民或农民，这意味你不能像以前一样无脑包兵，每一场惨胜，损失的不只是维护费，而是你国家未来的生产力和兵源。人口是动态的，他们会因为战乱逃离，也会因为繁荣而迁入。这种人口即是资源的设计，才是历史战略游戏该有的醍醐味。经济实体化，最后是经济系统。在新引擎的支援下，财富和金钱不再只是一个每回合跳动的数字，它是被储存在当地的。开发者提到一个有趣的机制，当你的军队攻入敌方城镇时，你能抢到的钱取决于那个城镇当时实际累积了多少财富，这让掠夺流派的玩法变得更有技术性。你要在敌人把资产转移或花掉之前发动突袭。总结来说，中世纪3展现出的野心是要把全军破敌从单纯的排兵布阵拉回到和闭塞游戏类似、具有深度的帝国经营。讲完了历史，我们跳转到遥远的未来。战锤 40K 终于不再是传闻，这次的开发者圆桌会议解答了我们最大的疑惑：拿枪互射的 40K 要怎么做成全军破敌？从地图到星图，首先是规模。CA 明确表示，这次的战场不是一张大地图，而是银河系。游戏将由多个星球组成，这在全军破敌系列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他们提到不会是像 Starless 那种无缝宇宙，而是采用类似战区的概念，让玩家在不同的行星战区间调度军队。而且他们确认了灭绝令 Exterminatus 机制的存在。如果你觉得一颗星球已经没救了，或者是泰伦虫族的感染太深，身为指挥官，你真的可以按下按钮摧毁整颗星球。当然，这会伴随着巨大的代价。阵营差异化与战斗革新，大家最关心的战斗机制，开发者给出了一个关键词：贪心。虽然 40K 是热兵器时代，是使用雷射枪炮的远程战斗，
但 CA 强调，全军破敌的核心依然是部队与部队的冲击。虽然会有掩体系统，会有压制射击，但近战冲锋依然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他们也透露了4大阵营的独特玩法：星际战士 （Space Marines），他们不是常规军队，人数极少，但战力爆表。玩法会更像特种部队，利用空投舱 Drop Pods 直接突袭敌人后方。他们不擅长占的种田，而是专注于完成战术目标。星界军 （Astro Militarum），这就是传统的全军破敌玩法，建立战线，架设火炮。并用大量步兵舔线，适合喜欢阵地战的玩家。欧克兽人 （Orcs） 也就是中古战锤的绿皮，核心机制是动能 （Momentum），你必须不断战斗、不断冲锋来维持能量，停下来就会出事。灵族 （Eldawi），他们人数稀少且无法补充，这点非常硬核，死一个灵族战士就是永久损失。他们依赖网道 （Webway） 进行神出鬼没的机动战，是标准的玻璃大炮。军队制定系统还有一个让模型玩家尖叫的功能。军队涂装制定，官方确认，玩家可以制定军队的配色和徽章。这意味你不必被官方战团绑死，你可以在游戏中重现你自己涂装的实体棋子军队。这对 40K 粉丝来说绝对是巨大的加分项。最后，我们来看看CA发布于官方部落格中的2025年度感谢文。第一，官方有提到在战锤3中，涅弗瑞塔 Neferata 确认为免费 DLC。吸血鬼女王涅弗瑞塔将不会是付费 DLC， 而是预计在 8.0 版本更新中作为免费传奇领主登场，配合中烟支持 End Times 的主题。第二，血腥包 Blood Pack 的政策改变，过去全军破敌的血腥特效都要另外花钱买 DLC， 这一词被玩家诟病，但在战锤 40K 中 ，CA 承诺不会将血腥效果拆卖，因为 40K 的世界观本质就是残酷与血腥的，把血拿掉就不是 40K 了。只要主题合适，鲜血仍将是该系列的核心元素。血祭血神永不改变，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第三，关于战锤3，官方确认正战阵营开费的新内容正在制作中，并且很快就会有消息。这款游戏依然是目前的主力，更新不会停止。这个说法正如我们之前影片有提到的 ，CA 目前还是必须得靠战锤3的营收来支撑，直到中世纪3与 40K 发售。这篇文章中最有趣的，就是在文章最后面藏着魔鬼细节，也就是历史修复这个部分。CA 对旧作的承诺。这可能是整篇文章最让人意外的一点。CA 提到，随新技术5.2引擎的成熟，他们计划从2026年开始播出资源回头更新或维护旧有的全军破敌作品。虽然官方没有明说是哪一款，但像是阿提拉的优化问题，或者是帝国的重置，甚至是已经被放弃更新的三国，是否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都有了想象空间。这显示 CA 终于意识到，维护老玩家的社群信任度与开发新作同样重要。总结这周的情报，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野心，但也背负着巨大压力的 Creative Assembly， 同时开发战锤3的 DLC、战锤 40K 以及中世纪3。这对任何工作室来说都是极限挑战。但从中世纪3对地图与人口机制的打磨，以及 40K 对还原桌游体验的坚持，我们能感受到 CA 这次是真的想把策略性找回来，而不是只做全军破敌的换皮游戏。作为玩家，这3个情报里，你最期待哪一个？是回归硬派历史模拟的中世纪3，还是征服银河的战锤 40K？ 又或者你更希望 CA 回头修复哪一款旧作？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集的深度情报整理懒人包，别忘了一定要按赞、订阅游戏新世界，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未来的战略游戏分析。我们下部影片见。